大师导演李翰祥说过一句话，说我虽然拍过不少的清宫历史剧，但是我所追求的不是电影，而是真实这两个字。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他在1983年拍摄的清朝古装剧《火烧圆明园》。电影在拍摄的时候，导演李翰祥专门请来了故宫专家朱家靖先生，对电影的剧情、礼仪、服装等很多地方都进行了指导。为了力求真实，电影在拍摄的时候，所有的事件都尽可能在历史的发生地来拍摄，像紫禁城、天坛、圆明园都是第一次开放给电影取景拍摄。电影呢还耗资64万人民币搭建了一个反真的圆明园，最后呢真的用一把火将其烧掉。另外呢，李翰祥之所以让梁家辉饰演咸丰皇帝，是因为他和历史上的咸丰皇帝的长相非常相似，所以李翰祥呢真的是在尽最大的力去还原这一段历史。电影的故事呢讲述了清朝咸丰年间，内务府呢为咸丰皇帝举行3年1次的选秀，颇有姿色的叶赫那拉玉兰就前往参选，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慧家的二妞日后会成为慈禧太后，给中华民族酿成了深重的灾难。但是咸丰皇帝对初次见面的玉兰颇有好感，可是因为他姓叶赫那拉，在历史上呢和爱新觉罗是世仇。叶赫那拉氏的祖先曾经发过誓，说哪怕只剩下一个女人，也要找爱新觉罗家族报仇雪恨。所以呢，玉兰失去了册封皇后的机会，只能被册封为贵人。之后呢，一直遭到咸丰皇帝的冷落。玉兰呢不甘心就这样白白的老去，所以有一天，她趁着咸丰皇帝在圆明园游玩的时候，就故意在一旁高歌引起注意。之后呢，再把咸丰皇帝引到了亭子中，随后两人到房间中一番缠绵。不久之后呢，玉兰就为咸丰皇帝生下了一个儿子，于是呢，玉兰就被册封为宜贵妃，她的地位呢一时间除了皇后外无人能及。而此时清王朝内忧外患，危机四起，英法联军呢已经攻打到了广州和天津，扬言要继续向前攻打北京。装备落后的清朝骑兵队节节败退，朝廷上下呢是一片混乱。肃顺和众多大臣建议丢下北京，逃往避暑山庄。咸丰皇帝呢最后决定采纳玉兰的主张，先谈判，实在不行再率军抵抗。可是，在通州举行谈判的时候，英法代表团呢寸步不让，提出了很多无理的要求，还嘲笑亲王森格林沁。森格林沁呢一怒之下就把英国代表拉出来单挑，最后呢把对方打翻在地，丢进了池塘中。而后呢把英法代表团全部给抓了关起来。英法联军得知后呢，立马就向北京发起了进攻。森格林沁呢就率领清军进行抵抗。装备落后的清兵呢，只能手持长矛和弓箭，挥舞着旗帜，凭着一腔热血，自杀式的对英法联军进行进攻。他们企图靠自己的肉体去冲乱英法联军的战斗队形，但只能是杯水车薪，一批批的都死在了英法联军的炮火之下。最后呢，清军一共伤亡1200人，而英法联军呢，一共只死了5个人。战败后呢，无能的咸丰皇帝带着他的妃子逃往了避暑山庄，而把江山和老百姓丢给了敌人。英法联军进入京城后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被杀害的无辜百姓尸体在城门外都堆成了山。1860年10月6号，这些强盗呢占据了圆明园，从中抢夺走了无数的珍宝。之后呢，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拍卖。为了掩盖罪行，英军所谓的勋爵鄂尔金下达了一道震惊世界的命令，让3500个士兵焚烧这座被称为万元之园的园林。大火呢烧了3天3夜，无数能工巧匠付出几个世纪的辛勤，如今都毁于一旦。这不只是中国在文化艺术上的灾难，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场灾难。同时，这把大火也烧醒了中国人，落后就要挨打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相比今天的一些清朝古装剧，这部电影在服装仪式方面都是非常精致和讲究的，主要剧情呢也很好的还原了历史，只有一些细节是李翰祥根据野史和个人想法来进行创作的。毕竟电影呢是属于文艺创作，不是纪录片，能在不瞎编乱造的同时，又不让观众感觉到枯燥，能在文艺创作和真实历史之间取得一个平衡，这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。所以总体来说，这部电影在历史剧中来说是堪称一代经典的。